Obsidian 除了是一個可以高度客製化的知識管理工具以外，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寫作工具。今天我們就透過介紹 Quiley.com 來為各位展示一下 Obsidian 如何在寫作跟文章的發布上達到一個非常好的功能。首先做聲明， Quiley.com 跟我本人並沒有任何利益關係。今天主要就是因為它的簡潔方便，所以才想借由今天的影片為各位來介紹這一個非常方便使用的內容服務平台。以下我們就在 Obsidian 裡面來操作，讓各位看一下如何在 Obsidian 裡面寫完文章以後，能夠很快速的將文章發布到 Quiley.com。如果各位的筆記有需要分享給其他有興趣的網友看的話，就可以透過 Quiley.com 很快速的達到展示的功能了。要開始 Obsidian 的操作之前，請各位先到 Quiley.com 做注冊的操作。它的注冊非常的簡單，你也可以使用你的 Google 賬號直接就注冊了。注冊完以後就会有一些選項需要各位來自行填寫。那在這邊我就不特別做展示了，因為這個動作是非常簡單的。在 Obsidian 裡面要跟 Quiley.com 整合，必須去安裝 Quiley.com 的外掛。先進入社群外掛，接着點擊瀏覽，在瀏覽裡面輸入 Quail Q-U-A-I-L， 找到這個外掛以後，就把它給安裝並且啟用起來。啟用完成以後，可以來設定一下它的一個選項，例如你要跟你的後台能夠連線哦，因此要先做一個登錄的動作，然後後面這幾個選項可以選擇是不是要把它給開啟起來。做好了設定以後，就可以實際找一篇筆記來做同步的操作了。例如我現在有這一篇筆記，先來看一下要如何來操作。因為目前 Quiley.com 它在回寫筆記的時候，它會把標籤的內容給覆蓋掉，因此我建議大家，如果你原來的標籤想要保留的話，就是先把這個標籤的 text 的名稱給隨便改一個名字，讓它可以留存起來，然後到時候如果有需要的話，再把它產生出來的 text 給刪掉，再還原回原來的標籤。我們就先來執行 Quiley.com 外掛的第一個命令，讓它透過 AI 來產生 metadata。那因此我們按下 Ctrl+P， 然後接着輸入 Generate。各位就可以看到這個 Generate Meta by AI， 它其實就是產生 metadata 的命令，直接點擊它，它就立即做連線了。它會透過 AI 的方法，把需要的一些 property 呢寫回這一篇筆記。看一下它寫了哪一些東西回來。首先就是它會寫一個 text， 它會透過 AI 分析出了這幾個標籤，那因此它就產生完成了這一個標籤。另外還有 summary 這個 property， 也就是我這一篇筆記它的彙總，這一些都是透過 AI 自動產生出來的。那這個 slug 就是到時候網址最後面它就會帶這一串的識別名稱，就會變成是網址的一部分，對於網頁的 SEO 就是最佳化的搜尋會有一個幫助。這一些都是透過這個 Generate Metadata by AI 產生出來的，產生好以後就可以把這篇文章給發布到 Quiley.com。因此我們再按下 Ctrl+P， 在命令面板裡面輸入 Publish， 然後就可以找到 Quiley 的 Publish， 直接執行它。各位可以看到它就馬上執行，而且立即就發布完成了。點擊這一個查看文章來看一下，這個就是已經發布到 Quiley.com 上面的內容了。如果回 Quiley.com 個人的首頁的話，就可以看到它有一篇新的文章，但是它的格式跟我们一般產生出來的格式還是有一點不一樣，例如圖形就不見了，因此必須針對這篇文章再做一些小修改。因此就進入後台，然後直接執行作者儀表板，在這邊找到這篇文章以後，點擊它，再針對它來做一點修改。你如果需要封面的話，就可以直接在這個地方輸入封面，這個封面就可以使用 AI 的工具來產生封面，或者是文章裡面有封面的話，也可以把它給貼進來。看一下我這一篇有沒有貼圖。假設我要用這個來當做封面的話，就把這一個網址給複製起來，再把網址的內容給貼到下面這個位置來。上面這個如果你點擊它的話，可以讓你載入一個本地端的圖片檔案，這樣子這一篇文章的這個封面就已經有圖片了。這個摘要就是剛剛用 AI 自動產生出來的，因為我的文章等級1的標題其實是當做標題的。那現在因為它的整個原文，它事實上是把所有整個 Obsidian 裡面的內容整個通通全部輸出了，因為它也會自己產生一個標題。那這個等級1的標題事實上是多的，我們就把它給移除。各位在右邊就會看到它實際呈現出來的樣子。假設沒有問題的話，就點擊上面的保存。如果你想要做修改的話，它上面其實有這些工具按鈕可以讓你來做修改。我們直接點擊保存。那這樣子它已經保存完畢了。如果回到原來的首頁，再讓它重整，
各位看到圖片就已經出現了，這個內容也就是你剛剛修改過的內容，我們的標題一就已經消失了。這樣子其實就完成了一篇文章，很快速的發布到快力點 com 了。快力點 com 它的操作非常直觉，而且它的文章全部使用 Markdown 的格式，因此我們 Obsidian 裡面的內容應該會有 90% 的內容可以完全不需要修改，就可以直接發布在它的上面。因此各位如果有筆記內容需要分享的話，可以考慮看看是不是使用快力點 com。一般性的操作是不需要付費的，這個服務平台是可以開啟付費的服務的。如果你希望你的讀者成为會員，你就可以透過電子報還有這個部落格的文章顯示，可以跟讀者收取費用。然後快力點 com 它就是在你有了收入以後會抽取 10% 的服務費用。但是如果各位只是要做一般的展示，沒有這個會員功能的話，目前快力點 com 是可以讓各位直接做內容的呈現的。以上就是為各位介紹 Obsidian 當做一個寫作平台，如何很快速的把文章給同步到內容服務的網站上面的方法。如果你覺得我的介紹對你在使用 Obsidian 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也可以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錄製以後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